嗨，大家好，我是吴伟。这个很抱歉哈，好，我没有一个东西放这么久才来开箱的。好，没有错，就是你画面上看到的天马。好，这个有一些原因啦，哈，所以放了这么久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这样。好，自从在世锦赛跟棉涛兄当面对峙之后，这个见面啦，哈。其实我真的是有感受到他的诚意哈，然后还有就是现场的玩家，其实我觉得他们对天马的喜好真的是让我有点讶异哦。一个独立制作品牌可以做到这个样子，我觉得非常不简单哦。这一刻不讲，这2个样品已经摆在我的柜子上面1年多了，1年半了，真的有够久。但是现在天马还是卖得很好，觉得光是这样其实就足以说明这一颗方块应该是真的做得非常不错。好啦，这个趁着挤出来的一点空档，赶紧来介绍开箱一下。好，它一共出了4种版本：单磁感、双磁感、3磁感跟超磁感4种版本。以一个第一次推出的量产的商品来说，这样子的策略其实还蛮大胆的。然后它又分2种等级不同的包装哈，单磁感跟双磁感是这看起来比较简单的外盒，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就这样。好，然后3磁感跟超磁感就是礼盒式的包装哈。这种感觉其实在大概像干员应该都有看过那种感觉，就是礼物盒的感觉啦。打开，好，后来魔芋也做了那种很高级的包装哈。然后这个盒子是有磁吸盒的哈，磁吸盒，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盒子不是很新的，因为它真的已经放在架上很久了。好，都可以看得到这一本说明书哈，顺便告诉你说它的磁力的结构，其实看得出来，它就是对于磁力它下了很多的用心在上面。我来告诉你，单磁感的磁铁是这样子分布的。哦，好，这看起来就是基本的那种传统式的磁力哦。OK， 双磁感增加了底部哦，脚块底部也多一组，就是我们在Elite还是那个有看过的2组磁铁哦，就是边角磁跟边角磁。3磁感中心块底部跟脚哦吼，中心块底部的跟脚块底部的，这是第3组，所以它把各种不同时期出现的磁铁全部都把它挤进这颗方块里面了。那会不会磁力会不会太强？超磁感就是增加了磁悬浮，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单磁感是比较没什么看头的，所以我们就是有这3颗来做比较哈。超磁感就是加了磁悬浮哈 ，OK。还画了一个煞有其事的磁力、阻力、转动角度的 model。好，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中心块可以直接用徒手调，就调弹力，不是调轴距。好，梦图这个品牌其实蛮用心在做品牌的推广，他们在世锦赛之前还帮许多选手免费做了服装哈，所以我看到也有台湾的小朋友也穿了他们的衣服上场。还不错哦，对，看起来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就看看转不转得出一样的感觉哈。这张卡好看，天马 X3哦，这个 X 用后面的那种光影哦，巧妙的来替代这个那个符号。我是魔方设计师许绵涛，这个介绍蛮好的，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一下哈。好，配件盒，这个是双磁哦，哎呦。这是圣手的，我之前开箱有介绍御风的时候看过哦，附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螺丝起子。好，这一只是塑胶的，但是它的握把这边还有做一点人体工学，那这个就比这个好一点啦，这个很容易打滑。好，而且它比较大把，也比较粗。OK， 好，梦图的解法来也是看一下吧。哦，还不错，没有要折很大张这样子，小小张的，这个大小蛮适合的，也不会太小张，一条长长的。它这个不是基础解法哦，它直接就是 CFOP 了哦，直接就给了你 CFOP 了哦。好，这符合它的调性哦，就是针对玩家高手用的。好，也附了一个眼镜布，有啦，它一样是有附一个基本解法的说明。所以它附2张解法，
这个排版好像在哪一家看过啊？这种配色好熟悉啊！好，看一下高级版本的包装有没有好一点。蓝丁胶 ，Blue Tack， 这是什么？这很像就是固定用的那个粘土啊。对啊，这个是那个粘土啊，那个3M 有在卖的那一种。这在看什么？清洁内部污垢，用胶来清洁内部污垢，好妙哦！哦，高级版的附了这个清洁内部污垢，污垢不是湿纸巾、卫生纸擦一擦就好了吗？哦，但是你把它当那个3C 什么的在用，哦，这蛮特别的，附了这个，这是什么？应该是酒精湿布吧？对吧？就擦眼镜用的、啊，它镜头用的，然后还有一个蓝丁胶，这个应该就是那种粘土固定用的那种粘土。好，找机会来用看看好不好？第一次看到有人附那个胶块、那个粘土在里面的。好，双持杆73.7克，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持杆，这个是78.2，82，好，那就是这样。好，因为磁环一定是最重的，弹簧只是细细的一条弹簧钢，很轻，那磁环是2片厚厚的铁环，所以它一定是比较重。好。看得出来内部中心还蛮简洁的，就这样，感觉不到有什么特殊的结构这样子。然后它的 logo 蛮特别的，它是用这个应该是用 UV 直接喷印在盖子上面的，然后它的 UV 墨水是那种雾面的，所以摸起来是有一点厚度的。那当然这个一定是不能拿来盲解，因为摸得出来，有一点厚度的。好，方块表面是很漂亮的亮面。不是钻面哦，再强调它不是钻面，它这个表面比一般方块亮面还要亮，所以它一定是在模具上面做了抛光处理。做抛光是很耗人工的，会比较贵啦，但效果就是比较好。如果你爱跟风山或是其他大雁那种出厂就是做亮面的比，你就知道它的亮更亮。那当然会有一个附带的隐忧，就是它出现的刮痕会更明显，所以你自己就注意一下了哈。方块本身出厂就有刮痕，也是很常有的。好，它是一般的亮面，它这个是抛光的亮面。哦，那当然一定是比不上所谓的镜面 UV 钻面或是镜面哦，那是特别亮，那不一样。不过它的表面是真的很用心在处理，很漂亮。好，尺寸哦，哎呦。它的尺寸是55不到55.5哦，55.4.3那边而已，是偏小的一颗方块，是走威龙那个感觉嘛？因为威龙也是55啊，而且它的盖子好牢固啊，很难脱下来。好，它用不同的颜色的磁铁仓来做区隔，所以打开盖子就会看得出差别。不同颜色就是代表不同的等级哦，这个做法还不错。3颗的它的 TM 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有没有？来个特写，这边放大一下，有没有 ？TM Trademark 这个底色跟它的里面的这个颜色是相合的，有没有？还是我放反了，是这样。logo 本体颜色一样。TM 的底色不一样，然后打开盖子里面的颜色也不一样，所以外形维持了一样的感觉，但是它在细部做了一点不同的微调，这样子。这个有可以感受得到这个设计师的用心跟巧思啊。知道的人看得到门道了啊，不知道的人你看外形也是感觉就是一样这样子。磁铁呢，用磁铁仓的方式去定位，不是用粘的，所以外面就看得到了。好，然后它的纹路很漂亮哦，画得很深的鱼鳞纹，或者是龙鳞纹，从这边到这边，
好，这个是双磁感，就是在这边一组磁铁，那原本的这边也有一组磁铁，这是双磁感。这个双磁感跟三磁感差别就是中心块底部多了一组磁环。有没有？它中心块底部原本它是弹簧，可是它用磁环，这只是绝配混搭是吗？因为一般来讲用磁环就是上面也会用磁环做相斥嘛，就是磁悬浮。可是它让它是上面是弹簧，底下是磁环。那磁环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这个地方它会吸住，所以它在中心块跟边角的底部，它多了一组磁环，多了一组稳定的作用，这样子。好，那这个在双磁感就是一般的边角磁跟边角磁嘛，边角磁。好，底部一组，上面一组。好，然后它这个就是一般的垫片啦，这个脑子蛮不错的，会这样子混搭，有没有？那超磁感就很简单嘛，就是一样的这个结构，上面改成相斥的磁环，让它变成是磁悬浮，就不是弹簧。好，来把它组一组。好，双三超，外形真的是看颜色吧，就是看这吧，但是我记不起来。其实它的双磁感，我觉得已经很接近轴磁的感觉，已经很接近比较弱的官方轴磁的感觉。它在这个地方确实有很好的这个回弹的效果。再多一点点过去的时候，如果滑一点的话，它是会拉回来的。这个在双磁感就已经有感了。所以它这个整体，如果是以刚出厂的手感的话，它是很松，然后很 Q 弹。其实它表面做这样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转起来很轻啦。这是双磁感的部分它转起来很轻，小碰撞很多，但是很轻快、很轻盈的手感，不是那种沙沙的那一种感觉，因为它感觉里面还蛮滑的。单看过弯的时候，其实它的震动不少，就是。那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方块还很新我相信这个如果把这些里面转动那种感受到那个碰撞的缝隙啊，还是什么断差把它填满的话，应该会好很多。那这个就需要磨合。这个是双磁感的部分然后在逆容错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卡到，那个卡感觉就是那种我说的那种细小碰撞的放大的感觉，放大的阻力虽然说它的磁力还是感觉蛮好的，很 Q 弹。光是双磁感，我感觉就已经是中强磁，转动的阻力很轻了。好，这个三磁感感觉转起来比双磁感的厚重了一点，稍微厚重了一点。好神奇结构一样吗？结构一样，但是它的小碰撞变少了，奇怪，怎么会这样？同一颗吧，是同一颗吧？好奇怪然后三磁感的话，碰撞变小了耶，奇怪，哪呢？来直接比较超磁感。好，超磁感跟双磁感跟三磁感的感觉比较像。这怎么会这么不一样的感觉？我也没锁歪啊。好，三磁感跟超磁感的碰撞是比较细小的，但是双磁感的碰撞蛮多的。那个碰撞真的蛮像是那种你有没有这样子波浪在碰撞的那种感觉，不是那种零件之间的碰撞是转动过程中的路不平吧。如果你拿风山来比较，你就感觉到非常明显，风山就是非常平滑、非常平稳。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它碰撞比较多，所以它在逆容错的时候，我会感受到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的阻力这样子。但是它很软的，等下弹簧也蛮软的，而且它磁力效果也很好，然后就。真的这个比较容易抓不住，就是好三磁感的碰撞明显是细很多的，三磁感碰撞明显是很细，比较稳定，没有这一颗这么狂野豪放。
加了一个磁环差这么多，好难想象哦，一个磁环在底部而已，竟然可以让它的这种震动变小，它震动真的蛮大的。喜欢震动大的就考虑这一颗好了，因为这两个震动没那么大。好，因为它的震动比较小，所以我在逆容错的时候也感受不到这一颗这么大的阻力。相较于它转动的时候的轻盈，它的逆容错真的会有一个点上阻力就是偏大，比较不平衡吧。这一颗比较平衡一点。好，最后是磁悬浮。等一下，这是弹簧，这是磁悬浮。有差吗？弹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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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磁悬浮。哦，好，方块本体原生的阻力较轻，但手感没有差，手感没有差。总而言之，我觉得这3颗都很需要黏一点的油，它们都有很容易转过头的那种倾向哦。就差别在震动大跟小吧，这两个震动很小，这个震动比较大。其实要不是这一颗已经放了1年多，我相信如果去年拿到的时候我就直接来体验的话，应该感受会很惊讶这样子。但是因为这1年下来，各位都知道有风3、有奇异、有大雁、有 V9， 还有一堆 V5啊，巴拉巴拉巴拉的，一直在冲击这个岸边哦，所以这个的给我的经验的感觉有点被冲淡了。但是其实这颗还是我相信它的设计很像是把各种结构把它融合在一起的，光是这个创意我就觉得蛮惊讶的。他竟然拿磁环当垫片，这个很厉害，而且确实也在手感上面造成了很大的不同。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模具啊？怀疑会不会你偷偷用了不同模具啊，然后不告诉我们大家？而且它有一点刺刺的那种感觉，没有，它没有刺刺啊。以棉涛的个性，应该下一版会直接把各种东西全部加进去，刺刺一定会来的。还不错啦，可以在一颗方块里面体验到这么多种不同磁铁的交叉作用，还蛮有意思的。我认真觉得你有偷偷的模具有不同，这个手感怎么可以差这贼？这颗很容易转过头，各位要小心哦。双磁感不是说磁力越多就一定越好，你还是要看一下哪一个方块的手感表现你比较对位，这样子。这颗蛮有意思的，它真的是震动转快一点的话，震动会大到好像方块整层就浮起来了。虽然它是只有双磁2种磁力，可是它磁吸定位的效果，我觉得比这个好，比3磁好，甚至比超磁好。4磁。这个蛮有意思的，虽然它只有双磁，我觉得我会比较想要好好的研究这一颗，为什么它转起来的感觉这么特别？这个也不错啦，而且很重要的是，他们都没有很强烈的干味在里面的，都很有自己的风格。这一点是我比较欣赏的，因为我不喜欢方块都做起来大家都很像，那种感觉就不好玩。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结构、形式啊、手感，就是百花齐放嘛，大家各自努力嘛。如果都太倾向某个极端，那也不好。好吧，既然它这么难驾驭，我来把弹力转紧一点看看。不错，这蛮好调节的。好硬哦！好，我再微调看看。好，这个喜欢手感手劲强的，应该会比较喜欢这样子的配置。
好，经过一夜的磨合哈，果然这个跟我想的大概也差不多啦。这个加一点那个缓冲油，确实是把它的不乖，把它这个训得很好哦，这差很多。这是昨天的这个双齿，然后这个是3齿嘛。现在转起来的感觉就很接近了，就是果然是差在润滑。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它出厂的油的性质可能会有一点不同。那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代表说他们在出厂的时候的这个润滑也非常讲究，而不是全部都用一样的油全部给它灌下去这样。这个个人猜测啦，因为他们的手感真的差太多，多到我觉得是模具上的差别。可是实验结果证明应该是润滑油的性质会不同这样子，造成这种手感上的这么大差异。那昨天讲的那个表面的非常光亮的抛光，其实1个晚上之后就已经伤痕累累。其实也只是正常用而已啊。所以对这个表面亮面的话，可能大家外表上面还是不要太讲究就是了。OK， 好啦，就很简单的这个介绍啦。